3天没给一口吃的了，现在让我们修城墙还不给工钱，狗官，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啊！大家跟着狗官拼了！不能冲撞县爷呀！大伙冷静，没有工钱还让我们干活，这是要逼死我们，跟他拼了！不给工钱，但是管饭上菜。老天爷啊，那是什么东西？肉是肉，白面全是白面肉饼，天上掉神仙饼了。肉，真的是肉。这是大前王朝朔方县令，城外3000饥民，3天后黑风寨还要下山屠城。我一个996打工人哪会管什么县城啊？让我回去！我操！丁，检测到宿主已就任朔方县令，最强汉堡系统正式激活，新手大礼包已发放，无限量汉堡套餐。汉堡，可乐。祝宿主用餐愉快，赢啦！高热量，高糖分，拿这玩意儿把流民的力气耗光修城墙，足够了。大人，求你给大伙儿一条活路吧！再没吃的，人就真的要饿死了。都起来！本官知道你们的难处，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从今天起，本官招募徭役，修缮城墙，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还能动弹，都得给我干活。大人，我们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本官知道，所以我这里的规矩是，没有工钱，但是管饭。大人，管的什么饭？是米粥吗？一天能有1碗吗？吃的拿上来！老天爷显灵了，这是天降的仙食啊！老汉，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真的能吃，能吃！林大人显神威了，有救了！干得好的，晚上还有，每个人干活前先领1个汉堡1瓶可乐。大人，这是给大伙的断头饭吗？娘，你看到了吗？儿子吃上肉了，还是这么大一块。大人，谢谢大人，我们这就上路，黄泉路上给您立个长生牌位。都起来，哭什么哭？谁说是断头饭了？吃完了都给我去干活，修城墙。天黑之前谁要是敢偷懒，晚饭就没了。大人是说晚上还有？干得好，顿顿都有。不是断头饭，顿顿都有。大人真是活菩萨。都听到了吗？大人是要我们活，吃都给我吃。好了，把力气都出来，给大人修城墙。谁要是敢偷懒，我第一个打断他的腿。这黑色的水喝下去，肚子里像是有小锤在敲，浑身都是力气，这一定是仙酿。不就是汉堡和饮料吗？这帮古代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也太夸张了吧！不对劲，太不对劲了！不给工钱，1天强制干8个时辰，他们非但不罢工，看我的眼神怎么越来越像在看神明？大伙儿都说说吧，这3天有什么感觉？村长，我感觉身上的力气用不完，以前扛100斤都费劲，现在200斤石头我1只手就能举起来，身上的老毛病全好了。最关键的是那鲜酿，累得不行时喝上一口，立马精神100倍。老汉，我活了60年，纯白面的饼夹着上好的纯牛肉，这种伙食，别说我们，就是京城里最精锐的禁军，恐怕也吃不上。老汉，我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大人，他是在养兵，而且是拿我们当天子号死士在养。村长，您是说大人要我们去送死？糊涂！这是天大的机缘，我们本是要饿死的流民，可大人给了我们尊严，吃了神仙才有的食物。他不直接说破，是因为这是瞒着朝廷的绝对机密，这是大人的仁慈。村长说的对，与其饿死，这条命以后就是大人的了。誓死效忠大人。大半夜不睡觉都聚在这儿干嘛呢？精力这么旺盛，明天都悠着点干，别猝死了。早点睡吧。你们看到了吗？大人深夜竟然还在亲自巡视，他是在考验我们。我们刚才差点喧哗出声，要是被大人认为我们心智不坚，那便是不堪大用。原来如此，大人让我们早点睡，是暗示我们养精蓄锐，准备迎敌。我等愚钝，
差点辜负了大人的一片苦心。黑风寨800亡命徒，寨主黑旋风武艺高强，今天是最后一天，跑路也不是，投降也不行，硬刚还打不过。系统在不在？给点枪支弹药啊，冷兵器也行啊。系统大大，救命啊！给个面子啊！靠，关键时刻装死。大人来了！黑风寨的人来了，黑压压的一片。我就是个臭血电马的，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个？城里的兔崽子们，你黑风大爷来借粮了！识相的乖乖打开城门，献上粮食，不然城破之日鸡犬不留。大人，不能开城门！废话，我当然知道不能开，可不开门，他们打破城墙冲进来，我们死得更惨。大人，我们不怕死，大人给了我们饱饭和尊严，这条命就是大人的，跟他们拼了！饿死是死，战死也是死，战死起码是吃饱了死的。为大人死战，为大人死战！喵的干了！开城门！他们不是要进来吗？让他们进来！我倒要看看，是他们800人的刀快，还是我们3000人的拳头硬硬！原来如此，置之死地而后生，主动出击冲垮敌人士气，大人果然是用兵如神。听大人的，开城门！开城门！为了汉堡，为了可乐，谁敢抢老子的饭碗，老子就让他没命吃饭！大人，您想杀谁，我们就帮您杀谁，这条命是您的啦！这条命是您的啦！妈呀，玩脱了！这条命是您的啦！朔方县令林渊暗血3000魔神死士，不费吹灰之力屠灭黑风800悍匪，其人野心滔天，城府极深，空有不臣之心，10万火急！大人，黑风寨800人斩杀623人，俘虏177人，寨主黑旋风已被我等斩杀，听候大人发落。斩杀600多，俘虏100多，这帮人几天前还是快饿死的灾民，汉堡可乐的威力这么恐怖吗？都起来吧，伤亡我们这边伤亡如何？回大人，我方兄弟战死92人，重伤150余人，其余皆为轻伤，不影响明日上供。要厚葬，找块好的入土为安吧，让他们抚恤去。大人不必烦忧，能为大人而死是他们的荣幸，我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且，大人，我们发财了，我们从那帮匪徒身上搜出了不少金银，还有马匹兵器，足够办一场风光的葬礼了。哦，好，快把缴获的东西都清点一下，拿上来给我看看。启禀大人，都在院子里放着。发了，彻底发了！有了这圣金，买粮修县衙，给自己做新衣服。大人，如今黑风寨已灭，我等3000兄弟皆愿为大人效死。只是如今群龙无首，不成建制，若再有强敌来犯，恐难以发挥最强战力。老朽斗胆，请大人为我等赐名，并设立编制，以便操练。赐名建制，搞正规军。这要是传到朝廷耳朵里，不是妥妥的谋反吗？这个不着急，大家今天都累了，先去休息吃饭。今晚加餐，汉堡管够，可乐随便喝。大人，名不正则言不顺，我等既然以奉大人为主，自当有一个响亮的名号，这也是为了彰显大人的威严。请大人赐名，请大人赐名，请大人赐名。此事本官自有计较，一个名号不过是虚名而已。真正的强大源于内心，源于你们对本官的忠诚。你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追求这些虚名，而是巩固今日之战果，明白吗？我等愚钝，你们听到了吗？大人说名号是虚名，真正的强大源于内心。大人是怕我们打了一场胜仗就沾沾自喜、心浮气躁，这是在点鞭我们，千万别走歪路。没错，大人还说要我们巩固战果，提升实力。
这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声张，继续默默的积蓄力量，这叫潜龙在渊。大人是在下一盘大棋呀！大人的意思是，现在还不是暴露我们这支神兵的时候，我们要韬光养晦，把俘虏收编，更严酷的训练。等时机成熟，大人振臂一呼，我们就能一飞冲天。大人深谋远虑，我等拍马难及。潜龙在渊，韬光养晦，一飞冲天，我飞你大爷的冲天啊！你们怎么比我还懂我自己的意思？阅读理解满分是吧？我就是单纯的不想惹麻烦啊！这特么是要逼我上梁山啊！大人，我等明白了，我等绝不辜负大人的苦心。从今日起，我等便以献君阳自居，平日为民，战时为兵，不求名分，只求能为大人披荆斩棘。行吧，你们看着办吧，把战利品入库，伤员休息，吃饭去吧。遵命。我就是想当个黑心工头，压榨一下劳动力，混吃等死而已啊！怎么就变成要谋反的节奏了呢？大家都在干嘛呢？城墙不是修好了吗？还折腾什么？大人，你醒了。回大人，城墙虽已修好，但不够高，不够厚。我等连夜商议过了，要按照京城城墙的标准，将守防城墙加高3丈，降厚1丈。另外，还要在城外挖掘护城河，广设陷阱进塔。啥玩意儿？京城标准？朔方县就这么个弹丸之地，搞那么夸张的防御工事干什么？疯了吧你们！大人，此非我等疯癫，而是深谋远虑。大人志在天下，朔方县便是我等根基。如今实力尚未暴露，正是加固城防、闷声发展的大好时机啊！停，王村长，你听我说。大人请讲，老朽洗耳恭听。我呢，没什么大志向，我就是想让大家有饭吃，有地方住，安安稳稳过日子。打打杀杀太危险了，以后能免则免。咱们现在有钱了，先把城里的路修一修，房子盖一盖，大家生活的舒服一点，不好吗？大人，我等明白了。你又明白啥了？大人宅心仁厚，心怀万民，我等却只想着打打杀杀，建功立业，实在是太狭隘了。大人是在教导我们，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我等只看到了用之的霸道，却忽略了不得已的人心。大人，我等知错了。我就是单纯想躺平，想享受生活啊！这帮人吃了什么？脑子也跟着变异了吗？大人放心，攘外必先安内，我们会立刻组织人手，一边加固城防，一边修缮县城。我们要将朔方县打成固若金汤的世外桃源，成为大人王图霸业最坚实的后盾。给老子听好了，搬木头往这边靠。从今天起，本官要颁布几条新规定，必须严格执行。第一，关于工作时间，以后每天定为8个时辰里的4个时辰，从卯时开始到酉时结束，中午强制休息1个时辰吃饭。这标准的古代版996高强度工作，这帮卷狼总没话说了吧？大人，您的意思是每天只准我们干这几个时辰的活？这也能有问题？对啊，有问题吗？可是大人，我们之前的都是轮班干，12个时辰工地都不停的呀。现在硬生生砍掉1半的时间，那剩下的时间我们干什么？这不是耽误大人的工期吗？我是怕你们猝死啊！我这个黑心资本家都看不下去了。这是命令，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张弛有度，方能长久。这是本官的养兵之道。大人高明，我等只知一味苦练，却不知休养生息、气血合一的重要性。大人这是在教我们如何修炼内家横练之法啊！随便你们怎么想。第2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以后每工作5天就强制休息2天，休息日汉堡可乐照常管够。对，本官的人性化管理。
大人，万万不可啊！2天不干活还白吃白喝，这会遭天谴的。大人，请收回成命，我们不休息，我们要干活，我们还能干，誓死加班，誓死加班！大人不可啊！我就是想让你们放个假呀，你们为什么就是不懂呢？大人，不干活怎么能吃全额的鲜食？10天休1天，休息日伙食必须减半，这是我当死士的底线啊！我感觉我才是那个被压榨的，心累。王根生，今天不是休息日吗？你们在干什么？大人，我等正是在休息啊。这叫休息？他那是想自我了结吗？大人，您误会了，您教导我们张弛有度，我等终于悟了。劳作是练体是动，这休息则是练气是静。可兄弟们发现，光坐着打坐，体内气血运转太慢，非得在这种对抗撞击下，您赐的仙识能量运转才快。这动静结合，才是大人的修炼至高法门啊！我求求你们，别再悟了。你们今天还要不要吃饭了？要，不过按照约定，今天伙食减半，每人半个汉堡，半瓶可乐就行。丁，检测到治理下人口稳定超过3000，领地建设初具规模，繁荣度小幅提升，系统升级条件已满足。解锁周末特供鹅麻椒鸡，高蛋白高热量，食用后痛觉削弱，力量与速度提升30%。注：每7日可发放1次。力量速度加成，自带免伤狂暴，这他妈是战场卡大杀器啊！鉴于尔等修炼刻苦，进步神速，本官十分欣慰。本官决定今日赐予尔等新的仙食，以资鼓励。吃的拿上来。这神仙香味，光是闻着，我体内的气血就在沸腾。村长变异了，快，我也要吃！我就是想让你们尝个鲜，你们冷静一点啊！这哪是流民，分明是一群人形高大。系统，这玩意儿有没有解药啊？我体内的经脉竟然全通了，热流流淌不息，这感觉太不可思议了。我懂了，汉堡和可乐是筑基之物，用来打好身体基础，而这麻椒鸡是破境之丹。上午的狂暴不是副作用，是破境时的考验，是心魔。大人竟然连这等修炼秘法都传授给我们了！都起来，别睡了！我的天，我感觉我能一拳打死一头牛！我身上的旧伤全好了，这是神仙手段啊！那个麻椒鸡以后就是休息日的特供，下一次拉长到10天，要等10天之后了。谨遵大人圣谕。千真万确啊，大人！朔方县那帮人跟疯了一样，力大无穷，身上受伤都不吭声的。黑风寨800悍匪，不到1个神就被灭得干干净净。黑风寨连本官都不敢轻易交惹。不知道啊，大人。那林渊他根本就不像是个人啊！那个林渊到底是个什么来头？而且，那林渊富得流油，他给流民吃的是一种白面夹着大块肉饼的东西，喝的是一种黑色的甜水。黑风寨的所有财富全被他一个人吞了。白面肉饼，黑色甜水。哼，朔方县那鸟不拉屎的地方能有这等钱粮？哼，唯一的解释，他背后有个朝廷大势力在支持。不过，既然吞了黑风寨，那就是富上加富。来人，传县尉李三。舅舅，您找我？那个新来的朔方县令林渊，
是个没根基的毛头小子，你带上50个好手去一趟，就说黑风寨以前每年都给我们云中县上贡，现在黑风寨灭了，这笔孝敬该由他出。要多少？让他交3000两银子，他要是敢不给，你就给他点颜色看看。记住，吓唬吓唬他就行，别把事情闹大，他绝不敢反抗。好嘞，舅舅您就瞧好吧，对付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官，手到擒来。这穷鬼地方吃的什么玩意儿，还挺香。喂，你们这管事的是谁？让你们县令林渊滚出来见我！你刚才说什么？老子说，让你们县令滚出来，耽误了老子发财，你们担待得起吗？帮我拿着，别凉了。谁他妈敢动老子的麻椒鸡？我是云中县尉，我舅舅是。住手！村长，这狗东西打扰我们吃大人的鲜食。你们来我朔方县有何贵干？一来就惊扰百姓，还让县尊大人滚出来。老人家恕罪，是我们县尉喝多了胡言乱语，是我们喝多了胡言乱语，求这位壮士高抬贵手，饶他一命啊！单手举起大活人，这也太离谱了吧！请示我，杀了他等于跟朝廷正规军撕破脸，放了他又显得好欺负。有了，让那些宪兵把马和银子留下，让他们带着李三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破财消灾，要点精神损失费，然后把人赶得越远越好，完美。大人这是何等高明的手段！指着兵马是收骑兵夺骑马，削弱敌军；指着李三挥手不是仁慈，是欲擒故纵，放长线钓大鱼。让这草包回去告状，张承德必然倾尽全县兵力来攻。大人是要以逸待劳，将云中县主力聚而歼之，从而一举拿下云中县，引蛇出洞，全歼敌军，这才是真正的兵法大家。他在下了一盘全天下的大棋啊！放了他！你们的马还有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皮甲，全部留下。带着这个废物滚回去，告诉张冲臣，这次是林大人仁慈饶你们狗命，若有下次，定教你云中县寸草不生。大人威武，县京城威武！他们在干嘛？不是有缴获的弓箭吗？回大人为，我等能变练小李飞时，属下认为，可乐这等仙将去神清气爽，定能大幅增强眼力。行吧，你开心就好。大人请看，这是县真衡的锋锐重甲磨刀队。为了供养他们磅礴的气运，属下擅作主张，每日多配给他们一个汉堡。多一个汉堡就能长成这样？这特么是碳水催化出来的8打500勇士吧？王老头，本官昨天只是嫌弃城里随地大小便容易引发瘟疫，让你们挖几个公共厕所。你们把这坑挖这么深，还带拐弯的干嘛？大人，您就别考验属下了。表面上是挖厕所，实际上这是您布下的藏兵洞啊！啊！一旦敌军攻破城墙，我军便可潜入这些地道，神出鬼没的对敌人进行突袭。此乃绝世巷战之法。大人连城破后的退路和杀都算得死死的，何等深不可测！誓死追随大人，巷战无敌！我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怕臭。这又是怎么回事？我多给半个汉堡是让把马喂胖点，别养死。他们这是干什么？谈恋爱吗？大人，属下明白您的雄心，骑兵乃精锐中的精锐。您提前给他们开小灶，就是为了组建无敌铁骑，日后追王逐北，问鼎中原。他们正在按照您的神谕，领悟人马合一的至高高见。
全自动化军训，全自动化脑补，这帮员工的 KPI 超额完成了好几百倍。这种黑心资本家看了都要落泪的管理提示，他们不会真的有一天冲进县衙把我绑在龙椅上强行黄袍加身吧？北边蛮族寇关，地方豪强兼并，世家门阀阳奉阴违。这大钱的江山，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堵住一个窟窿，又裂开一道口子。陛下，暗卫密报，呈上来。朔方县令林渊暗叙3奸魔神死士，不费吹灰之力灭黑风寨，野心滔天，恐有不臣之心，10万火急。荒谬！朔方那个流放之地，一个刚上任不到1个月的毛头县令，便出3000魔神死兵。曹正乾，你觉得这有几分可信？回陛下，此报乃玄鸟7号所发。7号性格极度沉稳，从无虚夸。他既然用了10万火急与魔神死士，想必是亲眼所见，且心神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黑旋风乃2流横练高手，寻常兵刃难伤。800悍匪能将他与800悍匪不费吹灰之力屠灭，这支军队的战力非同小可。传旨，召内阁首辅、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即刻入宫议事。荒唐！区一个朔方穷县令，何能蓄养死士？是暗卫夸大其词，哗众取宠。于大人此言差矣。朔方虽穷，但黑风寨覆灭乃是不争的事实。那林渊兵从何来？粮从何来？此事不可不查。陛下，此事蹊跷，不宜轻举妄动。老臣以为有上中下3策。相策，下策即刻调集大军清剿，但劳民伤财，且若情报有误，反而会逼反一个可能的忠臣。中策派钦差安抚试探，赏赐封官，观其桀骜与否。那上策呢？上策派以身份贵重、绝对忠诚且极具慧眼之人，微服私访，潜入朔方，亲眼去看看那林渊究竟是人是鬼，那3000死士究竟是何方神圣。张爱卿，你立刻拟一道圣旨，严林渊剿匪有功，赏银1000两，禁从5品，讨逆校尉，但圣旨留中不发。臣遵旨。李爱卿，从禁军中挑选50名最精锐的羽林卫，换上便装，随时待命。臣遵旨。曹正淳，去为朕准备行装，要快，要绝密。陛下，您是想？朕要亲自去看看，看看这个林渊，到底是我大钱能扫平天下的霍去病，还是将要颠覆江山的安禄山？天天吃了睡，睡了吃，定时定点发外卖，这种日子虽然爽，但我好歹是个县令，总不能真当一辈子甩掌柜吧？这也太脏了差了，人越来越多，再这么下去，迟早要爆发疾病，到时候别说争霸天下了，人全病了，老子的汉堡窖直接变成生化垃圾场。不行，老子今天开始就是朔方县爱国卫生活动委员会主任。大人突然召集，语气如此严肃，难道是要向云中县全面宣战了？今天召集大家，是要讨论一个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生死存亡，关系到朔方县未来的惊天大事。我们必须立刻马上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扫除。大人，您说的大事是让兄弟们去扫地？对，就是打扫卫生。从今天起，本官颁布朔方县清洁条例：第一，严禁随地乱扔垃圾，统一扔到指定垃圾坑；第二，严禁随地倾倒污水，每家每户门前必须挖一条排水沟，引导到城外；第三，成立环境督察队，谁违反，第一次罚扫大街1天，第二次罚掏厕所3天，第三次伙食减半1个月。大人，咱们都是烂命一条，在泥地里打滚长大的，这扫地跟生死存亡有啥关系？有这功夫，多搬2块砖不好吗？
糊涂！你们以为本官让你们大扫除，真的只是为了干净吗？你们只看到了地上的垃圾，却看不到垃圾背后隐藏的杀机。杀机！我朔方县乃本官根基，敌人定会派探子刺客潜入。探子最擅长什么？伪装。如果全城到处是垃圾堆、臭水沟，他往垃圾堆里一躺，谁能发现？反之，如果我们把县城打扫得一尘不染，任何一个陌生人，任何一点可疑的脚印痕迹，是不是一目了然，无所遁形？这叫京城防谍啊！大人的智慧简直深尽其术。肮脏的环境就是敌人掩体，把掩体推平，敌人就废了。大人高明！而且，干净的环境不仅能防外敌，更能强健自身。你们天天吃的是本官发下的仙食，喝的是仙酿，体内积攒的是何等精纯的气血。若整日生活在污秽之中，吸入的都是浊气，那污浊之气岂不是会大大影响你们炼化汉堡可乐的效率？大人，属下知错了。属下等只顾着练习杀敌技能，却忽略了修炼环境的根本，差点因为自身的懒惰吸入浊气，动摇了大人赐予的道根。我等罪该万死啊！请大人放心，从今往后，谁敢乱扔垃圾，就是动兄弟们的道金。不用大人出手，我们亲手把他扔进粪坑里，把朔方县打扫的比姑娘的脸还干净。很好，去办吧。搞定！垃圾分类添加污尾处理，老子真是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先驱。兄弟们，你们以为大扫除就这2层意思吗？大人在下一盘更大的棋，请总教徒解惑。城里干净了，探子进不来，只能在城外荒野潜伏。而城外一平二静，他们的动向将彻底暴露在神射手部队的石头之下。石头部队，此乃把战场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最恐怖的是第3层，我们天天吃鲜食，百病不生，可敌人吃的是凡俗五谷。我们把城里弄干净，城外就会越来越脏。此消彼长之下，敌人的探子还没开战，就会在城外的脏乱差里自己生病。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绝杀之法。大人连敌人的身体健康和河水运势都算计进去了，恐怖如斯。这手段简直不是凡人啊！殿下，前方再有30里就进朔方地界了。说，但沿途情况诡异至极，大前各处皆是灾民南下逃难，可越靠近朔方，属下却看到成百上千的流民拖家带斗，正在发了疯似的往北走。往北，那是流放之地，他们去送死吗？属下派人截住几个流民打探，他们说朔方新县令是活不散下凡，那里管饱饭，顿顿都是白面馒头加大厚肉饼，无限量供应。白面加肉，顿顿管饱，连京城权贵在灾年也不敢如此奢侈。看来这个林渊收买人心的手段已经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哼，这等祸乱之源，留他不得。殿下，一个穷县绝不可能有此财力，属下严重怀疑，这林渊背后有北边蛮族的庞大资金支持。他是在这种仙时是为蛮族收拢兵员，意图里应外合，颠覆大前。不管他是人是鬼，进城一验便知。传令，大部队在城外10里扎营隐蔽，你带几个人随我装作商队进城，切记不可暴露身份。这怎么可能？这城墙的规格，没有几10万两银子和数年之功根本不可能建起来。还有这些流民，这特妈是饿肚子的难民。密信上说的魔神死士，竟然毫无夸张，这体魄甚至超越了京城的羽林卫精锐。开饭啦！这味道
为何如此霸道霸气？5个白面夹肉饼，2瓶鲜水。殿下，就算是禁军里最能吃的饭桶，一顿也绝对塞不下这么多啊！他们这体型是活活吃出来的。什么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军爷，我们是南边来的商队，进城歇歇脚，采买些货物，您拿着喝茶。少来这套！我朔方县不收贿赂。进城就得守林大人钦定的清洁条例，严禁乱扔垃圾，违者罚扫大街1天，随地吐痰，罚洗厕所3天。入城之后，一切行动必须立刻向所属网格管理员报备。听懂了就进去，不懂就滚。垃圾、掏厕所、网格管理员，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古怪军令？我们记下了，规矩我们守。这特么是边陲穷县，这地方比京城繁华，每天有几百个工人打扫的朱雀大街还要干净10倍。殿下，您看那些名为公厕的建筑，属下断定，那绝非藏污纳垢之所。看那深不见底的宏大规制，那必然是林渊秘密挖掘的地道藏兵洞。不止如此，这种全民参与的疯狂基建，这种近乎神迹的圣规训，这种把难民在几天内变成铁血正规军的网热化管理，陈庆之，这不是普通的谋反，这个林渊背后绝对支撑着一套我们大前甚至历朝历代都从未见过的极度成熟且恐怖的全新思想体系。这个男人太可怕了。走，立刻去县衙，本宫要亲眼看看这个能颠覆天下的林渊到底长着怎样一3头6臂。王根生这个卷毛老头绝对是疯了，说好今天轮到老子调休，一大早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开什么卫生运动誓师大会，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使唤。哟，来客人了，你们找谁啊？我等是来拜会朔方县令林渊林大人的。啊，我就是啊。你们找我有事儿？此人身上毫无内力，更无半点官威，活脱脱一个没睡醒的林家无赖。他就是那个不费吹灰之力灭800悍匪、按3000死4的边塞修学。这不可能！没有戒备森严的军帐，没有指点江山的霸气，他刚才嘴里嘟囔着什么？王老头烦不烦？不对，此人城府极深，他是故意用这副懒散无害的市井无赖相来麻痹本宫。小女子苏月见过林大人。我操，古代的野生妹子质量这么高的吗？这身段，这声音，老子这趟穿越值了，值爆了！姑娘不必多礼，快请起。哼，演，你接着演。统运3000魔术的枭雄会因为一个女人成这副德行，这伪装太假了。好敏锐的战斗本能，一瞬间就退到了最完美的退守方位。林大人，我们小姐是江南苏家的2小姐，此次前来是想在朔方县开一家商号，做些丝绸茶叶和瓷器的买卖，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开商号，投资啊！老子的系统只能变汉堡，连盐和铁器都没有，缴获黑风寨的金银，正愁没地方花呢。这不就是招商引资的财神爷吗？不仅能买物资，还能收税啊！欢迎，当然欢迎，本官给你们特批，要地给地，要房给房。答应得如此痛快，看似贪图其实是想把我苏家这条大鱼放进他的池子里。他的图谋是借我苏家和整个江南的商路搭上线，其野心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朔方。那便多谢大人了。只是我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
城内似乎到处都在动土，竟连个落脚的干净客栈都没有。这确实，如今到处搞基建，你们要是嫌弃民房，本官这县衙虽破，后院倒是有几间干净的空厢房。要不财神爷啊不，苏姑娘，你们先委屈住在这儿，也方便咱们随时对接合同。鸿门宴，这是明晃晃的威逼与囚禁，他要把公主殿下放在眼皮子底下当人质。好一招引君入瓮，他是在向本宫示威，他是在告诉本宫，哪怕你住在我身边，也休想看出我3000死士的半点破绽。好恐怖的自信，好惊人的心理战。要是嫌弃这里太破，我让王老头去腾个好点的民房。不嫌弃，能与大人同住是小女子的荣幸，那便叨扰大人了。得嘞，得嘞，那你们跟我来，别客气啊，当自己家一样。对了，你们吃早饭没？要不要来个汉堡尝尝？本官亲自给你们炸，肉饼又大又厚。我跟你说，那肉饼又大又厚，一口下去全是汁儿，再配上冰镇可乐，简直绝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倒要看看这个大魔王到底有几张面具。那个苏小姐，陈大哥，我这儿条件有限，吃的方面可能有点单调。那个苏小姐，陈大哥，我这儿条件有限，主要就是一种叫汉堡的肉饼和一种叫可乐的甜水。你们要是吃不惯快餐，我一会儿让人去城里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找点米面蔬菜开个小灶。汉堡、可乐，这就是那种能让普通流民变成力大无足死士的鲜食。他居然就这么轻易的要给我们吃，这是何等歹毒的试探！第一，他想用这含有妖术的鲜食控制我们的心神温水煮青蛙；第二，他是在进行服送测试，看我们是否敢吃；第三，他这是在向我们展示他那无穷无尽的战略神物，这是赤裸裸的威慑。多谢林大人美意，入乡随俗，大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小女子对那汉堡也十分好奇呢，你想让我吃？好，我倒要看看你这能颠覆大钱的毒药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好，李小姐果然爽快，有稍等，这就去拿最高规格的套餐招待你们。殿下，万万不可，万万不可！那仙石能把手无缚鸡之力的流民变成死士，定然掺杂了某种透支生命、控制心神的绝世奇毒。您万金之躯，怎能试毒？陈将军，如果我们不吃，他会怎么想？这不吃，就等于告诉他我们有问题。他越是想让我们服从，我们就越是要顺着他的意。只有彻底伪装成毫无防备的猎物，才能让这个枭雄露出破绽。来来来，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这颜值，这气质，什么明星，什么网红，在他面前连提鞋都不配！不，妈妈，我恋爱了！这是何等纯粹的美味，比皇宫御膳房的顶级山珍海味还要好吃100倍！好恐怖的能量，一股庞大的暖流瞬间扩散全身，我长途跋涉的疲惫竟然一扫而空。这根本不是凡间的食物。好精纯，好庞大的气血之力，这补充气血的速度比雨林卫最顶级的100年人参药膳还要快上10倍。女神连打嗝都这么仙气飘飘，不过这保镖大哥怎么跟800年没吃过饭一样？他能把这种起死回生、重塑体条的神物当做粗茶便饭一样随手赏赐给路人，这个男人到底掌握着怎样恐怖的底牌？殿下，这仙石太可怕了。属下刚刚试图用内力炼化，那股能量之纯粹之温和，竟然毫无副作用。只要让一个普通士兵连续吃上1个月这汉堡可乐，他的体魄就能劈成军中百夫长。
若京城羽林卫能顿顿吃这个，大钱将拥有一支横扫天下的战神军队。难怪他能轻易灭掉黑风寨。陈将军，看来暗卫说的魔神死士还是保守了。殿下，必须查清这神物的来源。若能为朝廷所用，大钱幸甚；若不能，这林渊将是我大钱千百年来最恐怖的心腹之患，其威胁远超北方蛮族。他刚才离去前特意警告我们，院子随便逛，绝不可出县衙。呵呵，这是在暗示我们，外面有他不可告人的核心军事机密。既然他不让我们出去，那我们就把他的兵借进来，以搬运苏家货物的名义向他借人。本宫要亲手撕开他训练死士的铁幕。林大人，啊，是苏小姐啊，那个瞎画的，瞎画的。天干地支，功能丰居，经纬纵横，他居然在独立规划一座城池，这等清晰宏大的乾坤思路，连朝廷工部尚书都画不出来。他不仅是个枭雄，还是个不世出的铸城圣贤。苏小姐找我有事。大人，小女这次带来的江南货物颇多，人手有些不足，不知大人的朔方县可有货余的劳力？我们苏家愿出高价雇佣几人帮忙搬运。嗨，多大点事儿，还要什么工钱？苏小姐，你可是我们的 VIP 投资商，我手底下几千号兄弟，个个浑身是牛力，我直接给你调几个最机灵过来，免费倒贴。大人，您唤老奴。老王，去，在咱们队伍里挑5个干活最利索、脑子最明光的兄弟过来，以后专门负责给苏小姐搬运货物，保护苏小姐的安全。这人气度不凡，绝非山北，难道是大人暗中招揽的刺客或者盟友？老奴明白，一定安排最顶尖的员从。大人，这5个兄弟是咱们宪军营第一批员从子里最能打、最听话的铁汉。宪军营，原来这叫这魔神军队的名字，叫宪军营，好恐怖的杀气！这5人联手，甚至能正面格杀大军中名将。林渊竟然如此轻描淡写的把这5个最恐怖的底牌死士派给我当搬运工。不对，这是引军入后的贴身监控，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警告本宫不要轻举妄动。此人城府滴水不漏。你们5个以后就跟着苏小姐了，记住服务态度要好。苏小姐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保护好她，听见没有？是。誓死效忠大人，遵命。靠，叫那么大声干嘛？吓老子一跳。几位大哥，每天在林大人麾下干如此高强度的苦力，还要疯狂操练，不觉得苦吗？为大人效死，何来辛苦？我们只恨自己不能一天干24个时辰，无法为大人的无上霸业分忧。停手！你们疯了！林大人不是说让你们牢记结合，张弛有度吗？你们所谓的休息，就是把同僚打死。陈教头，你不懂，大人教导我们的无上养兵之道，核心就是牢记结合。在战斗中休息，在生死间张弛，这就是大人的境界。陈将军，本宫终于明白了。殿下，你明白了什么？林渊最可怕的，根本不是那能够逆天改命的仙石，也不是那3000精锐现阵影，而是他这套能让人心甘情愿去死，将剥削视为仁慈，将死亡视为无上荣耀的精神洗脑魔功。这种惊为天人的养兵之道，
已经超越了凡间所有的权谋与兵法。那个林渊，他根本不是凡人，他已经站在了神的领域。殿下，这几天属下暗中窥探，这朔方县根本就是一个披着成建外衣的杀戮大营。您看那巨坑，名为厕所，实则是在日夜操练大规模土工作业，演练战术。他们甚至要求士兵与战马同吃同睡，这分明是在领悟早已失传的人马合一无上骑兵奥义。最可怕的是，他们每日吞服仙食后，竟全员盘膝打坐，整齐划一地炼化体内精气。这边的下水道必须挖通，那边那条电线给我把消防通道留出来，懂不懂规矩？下水道、消防通道，这些闻所未闻的词汇，犹如神明降下的真言。它表面越是懒散不学无术，水面下的漩涡就越是足以吞没整个大钱。殿下，今日是他们所谓的休息日，但您看看城外。休息日不休，反而进行全员练习打斗，这等狂暴的战役，这味道比那汉堡鲜食还要霸道10倍。是麻椒鸡，大人的无上鲜食麻椒鸡，快去排队，去晚了连骨头都没了。都别抢，排好队，一人只能分1/3只。我要骨头！喵的，这麻椒鸡重油重辣，这帮古人吃了跟打了鸡血一样。上次差点把老子县衙的房顶给掀了，今天必须严格限购。大人仁慈，老奴何德何能，竟能再次享用这等破镜神丹？啊！老夫又年轻了20岁。这根本不是食物，这是透支生命，瞬间让力量暴涨的魔鬼药物。这是大前武道界闻所未闻的魔药啊！他亲手催生出这3000个力量无穷的战神军队。我也要吃啊！操！他不是活菩萨，也不是大魔猴，他是一个能够批量创造神话的神。那是我的鸡腿。殿下，属下昨夜盯了那群流民一整晚，直到深夜，他们体内的狂暴能量才彻底耗减，如今一个个东倒西歪的睡死过去。殿下，此人与那麻椒鸡太过逆天，已经完全超出了控制，我们绝不能坐视他彻底成事，必须调集朝廷大军，以雷霆之势将朔方彻底踏平，扼杀在摇篮中。踏平朔方之后呢？林渊一死，那能源源不断制造百夫长甚至死士的仙石秘密也将彻底随他埋葬。届时，大钱拿什么去抵挡北方蛮族？拿什么去平定国内叛乱？属下愚钝。不必惊慌，林渊的野心越大，他暴露的底牌就越多。我们只需当一个安静的看客。更何况，你以为这附近的一山不容二虎，能让他安安稳稳的发展吗？废物！简直是烂泥扶不上墙的饭桶！本官让你带50个精兵去敲竹杠，你连城门都没进去，就让人家连人带马，连盔甲都给扒干净了。老子的老脸都被你扔到护城河里去了！舅舅，舅舅，哎，不是外甥无能，是那朔方县的泥腿子他们根本不是人啊！他们一个个力大无穷，挨了鞭子跟没事人一样，还会某种单手把人提起来的邪术。而且那个带头的王老头还给您带话了。带了什么话？他说让您别去朔北县撒野，这次是他们林大人仁慈饶我们狗命，要是有下次，定要让我们云中县寸草不生，寸草不生！哇呀！真是反了天了！区一个9品芝麻官，一群烂泥扶不上墙的流民灾民，竟然扬言要让我云中寸草不生！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舅舅，那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他林渊不是狂吗？他手下的泥腿子不是能打吗？
本官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是铁打的，还是肉长的。来人，传本官将令，立刻召集本县所有守军衙役，再加上城中的乡勇土豪，集结800名马。3日之后，本官亲征朔方。舅舅不可啊！那帮怪物吃了一种叫汉堡的邪物，刀枪不入啊！我们去800人那是送死啊！哼，邪门，本官倒要看看是他们邪门，还是本官的战术毁灭啊！不，轰天雷邪门，这可是本官花了1000两黄金从西域方士手中买来的绝世神物，飞灰幻灭，人畜无存。本官手里整整有3颗。到时候，本官3颗轰天神直接炸飞他们的城门，炸碎他们的阵型，800精兵趁势掩杀。我要把林渊那个小儿吊在城门上风干3天3夜，把他手下的泥腿子全部贬为奴鸠卖。打过来了！大人，不好了！云中县的兵马打过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片，离我们不到20里了。什么？打过来了！真打过来了！我靠！我不就是抢了他们几十匹马，顺便把那个县尉的皮甲扒了吗？这帮古代人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啊？动不动就赶尽杀绝！领头的好像是云中县令张承志本人，足有700、800人，打着官兵的旗号来了。本宫倒要看看，面对朝廷的绞杀，你这个拥有魔神死士的枭雄，是直接举旗造反，还是另有图谋？我懂了，大人这是装的，大人又在考验我们，他在考验我们在面临朝廷兵卫时是否有胆气拔刀。老王，怎么办啊？那可是官兵啊！打了就是造反，不打就是等死。原来如此，大人不仅是在考验我们，更是在为我们着想啊！大人拥有3000trận，哪会怕区区800县兵？他害怕的是我们这些兄弟一旦跟官兵开战，就会背上反贼的千古骂名啊！大人，您别说了，我等明白您的苦心了。啊？你又明白啥了？我等贱命一条，死不足惜。但绝不能让大人您为了我们背上不忠不义的骂名。兄弟们，大人宁愿自己担惊受怕，也不愿让我们背负乱匪之名。我们该怎么做？战！战！没错，大人，您就安安稳稳待在县衙喝可乐，外面的事儿交给我们县军营。我们不是您的私兵，我们是朔方的保境义勇。今日出战，与大人您毫无干系。就算将来朝廷问罪，也由我们3000兄弟一力承担，绝不牵连大人分毫。请大人就在这看着，看我们如何将那些反贼杀得片甲不留。县军堂集合，准备平叛。这是什么情况？我他妈什么都没说啊！怎么他们就把罪名全揽过去了，还强行把我给晾一边了？我不仅不用负责，还白赚了一场保卫战。我靠，还有这种好事！不行，人设不能塌，得装深沉一点。唉，你们这又是何苦呢？我明白了，他真的不想反，他是在心痛。他心痛这些忠诚的士兵为了保全他，主动去背负那诛九族的罪责，却硬生被忠义2字束缚住了手脚。这是一个何等可悲，又何等可敬的枭雄啊！本官还以为是什么战神军呢！闹了半天，就是群拿着锄头木桩的臭要饭的。张承德，你身为朝廷命官，无故兴兵残害乡邻，你可知罪？老东西，本官是来平叛的，尔等乱臣贼子还不跪下领罪！
我们是朔方百姓，是林大人治下的子民。今日我等便是替天行道，除你这祸国贪官。找死！全军听令，准备冲锋他们，打平他们。完了，县阵营毫无阵型可言，更无巨马长枪。步兵方阵在旷野正面迎击重型骑兵冲锋，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是自取灭亡。那个男人绝不会打无准备之仗，他的底牌要亮了。上马交击！开饭了！这他妈是什么路数？两军交战，你们在阵前吃席？一群没吃过饭的饭桶，给我冲！把他们的鸡全部抢过来！上！疯了，彻底疯了！步兵对骑兵反冲锋！看到了吗？什么魔神，在老子的法宝面前全是碎片！继续扔，扔死他们！个八匹马都拦不住我，枪枪爆头我马上怒火，殿下，800精锐，半个时辰，这群不讲道理的怪物，我们看到的是真的吗？从始至终，他都没有露面。他的宪军营替他碾碎了敌人，而他的手下完美的替他将这场谋反定性为了义勇平叛。完了完了，外面这么大动静，千万别把官兵全杀了呀！大人，幸不辱命，反贼张承志已被生擒，其麾下800叛军已全部被我等歼灭或俘虏。全没了。伤亡呢？我方仅牺牲97人，重伤100余人，大获全胜。这帮人彻底失控了。我他妈就是被绑在疯狂战车上的一个极强物。我如果不顺着他们演下去，这帮疯子指不定还要干出什么事来。张大人，本官本想给你一个机会的。这一波都装的，少说也有9分吧，赶紧溜，赶紧溜！他刚才说什么？本想给个机会。原来如此，我懂了。他早就知道张晨晨会来，他故意放走李三激怒对方，根本不是为了杀戮，而是想用最小的代价。兵不血如刃的收编云中县的兵马，可是他没算到张长志竟然带来了轰天雷，彻底激怒了死士，导致了不必要的杀戮，所以他才会那么落寞。他不是在装模作样，他是在为自己那个不够完美的收编计划而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惋惜。陛下，臣悟了。